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11号。今天让我们先把注意力从伊朗转回到中国。尽管现在很多评论员把中国的两会称为垃圾时间，但是今年的两会，我认为有一点还是值得重视的，就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仍然提出要安排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干什么呢？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这是继去年发行了5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这个目的之后，又一个相同的安排。不止如此，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还说，为了给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除了发行特别国债这一招之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撬动社会资金也参与进来，比如保险基金。请问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一下就是其实监管部门发现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通缩危机更加严重。去年5000亿元，今年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给银行补血，他们认为都还不够。但是碍于要控制赤字规模，虽然特别国债不记录当年4%左右的财政赤字率这个目标，但是它也是记录政府赤字余额的。为了控制这个目标，那中央政府就没有办法发那么多债，于是就要面向社会筹资，这就是所谓的撬动社会资金参与进来，为国有银行补血这个事儿的由来。也就是说，中国银行业的危机确实在扩大。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中国银行业危机的独特表现形式有哪些这个话题呢，和所有人的钱包都有关，所以今天得敲一敲黑板，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中国的确万事表现都比较清奇，闹个金融危机表现的症状和别的国家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把背景讲清楚。说政府发债往银行里面灌作为救急的手段有没有呢？最近10到20年间，不同的国家的确都采用过，但是通常都附加有严格条件，政府也有退出的计划。像中国这样银行欣然领受就没打算还政府也没有退出计划的，确实算是比较奇葩的操作。因为在中国那6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建交外加中国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他们是什么身份都是中央直属的金融国有企业，所以在他们身上，财政的钱和银行的钱之间的那道墙，放在别的国家不可逾越的那道墙，在这儿就不存在了。那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要问，要给国有银行补血，要给他们补充资本，那就等于承认了他们资本不足嘛？那是不是等于说这些国有大银行在亏本呢？这个问题的确很让人脑门冒汗。要真是这样的话，大家就要考虑要不要赶紧把钱取出来了。但是你看官媒都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他们会说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并不等于资本不足。那为什么要补充呢？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才给银行注资的，是主动性的前瞻性的举措。要让银行的血更厚，他们才能够放开手脚给企业贷款呀。你看他是这么解释的，然后噼里啪啦，有些媒体还给你算了一笔账，说这些国有大行的指标怎么稳健，他们的资本充足率都保持在17%至19%的水平，建设银行甚至超过了19%，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11.5%至12%的监管红线。这个资本充足率，它反映的是银行依靠自有资本抵抗风险损失的能力是反映这个能力的指标。要这么看的话，国有6大行的生理指标不仅健康，甚至健康的有点过剩了。所以按照官媒的说法，这个补充资本是为国有银行加快放贷所提供的策略，是一个进取性策略，不是防御性的。然后又有一些媒体给你算了一笔账，说2026年这3000亿元特别国债砸下去，能撬动3至4万亿元的贷款扩张于是呢，国家的重点项目有福了你看资金更加充裕了。不仅如此，一些小型的民营科创性企业也有福了，因为他们缺少可以抵押的资产，所以呢，过去获得贷款比较困难。那现在银行被补了血你看血更厚了，所以银行超级兴奋。你抵押品不够，我也给你放贷。于是经济就会稳中向好，2026年 GDP 增长个4.5%至5%，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你看墙内对向银行注资这个事儿，都是这种光明面的解释。但是到这儿你要再深想一层，就发现问题了。不对呀，接受输血的人通常都是健康状况恶化的人，好好的干嘛要接受别人的输血呢？如果这6大国有商业银行健康的过剩了，那就没有必要政府为它补充资本了嘛。这个事儿它违反常识。同样是国际惯例政府给银行注资从来都是挽救危机的手段，不是刺激手段，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的。
比如2009年，美国为了挽救金融危机，是通过认购这些银行优先股的方式为银行注资。当时政府的确是给银行注资了，但是呢，这个金融危机是你们银行业自己玩砸的，搞出来的，逼的政府拿纳税人的钱给你们擦屁股，所以救急归救急，同时还附带有惩罚条款。接受援助的银行必须在前5年向政府支付高达 5% 的股息，5年之后跳到 9%， 就逼着你们改善经营，尽快回购，退出援助。同时，政府还获得了受援银行的认购权证，如果以后银行的股价涨上去了，政府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比如说，认购权证上规定，这个银行的股价是每股5美元，如果它以后涨到了1股50美元，政府对不起，还是能够以5美元的价格买入它的股权，然后转手再一卖出去1股50美元，就秒赚每股45美元就是这么赚钱的。所以2009年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救急，确实几年之后把政府花出去的钱都收回来了，还赚了不少。这是应该有的救济的态度既有仁慈又有怒气不争的威严。但是你看看中共是怎么干的，对老百姓那是抠抠缩缩，农村居民1个月养老金涨20块钱，都得贵的把膝盖磨出茧了才能等来。然而这些国有银行呢，一个个全都是躺平少爷，给他们注入资金全都是最优惠的条件。比起美国同行来讲，那确实是爽爆了。原因也很简单，要以美国救济银行这个条件给中国的6大国有行也这么来，他们就当场死给你看。所以政府发债给银行注资这个事情历史上别处的确有，但是关键要看附带有怎样的条件，而且银行未来会不会偿还这些注资。偿还的方式通常是银行回购政府占有的这些股份，而中国接受救济的这些国有银行就看不出有打算还的。经过前面这么长的铺垫，我想金融小白也看明白了，发行特别国债给银行注资其实就是在挽救金融危机，只不过在中国这里呢，经过媒体的包装和论证把大众舆论就蒙混过关了。但是问题的实质是一清二楚的，就是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在下降，信贷在萎缩，正在经历经典的通缩，不这么就不行了为什么叫不这么就不行呢？那是由于传统的工具箱不灵了，降低市场基准利率不灵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灵，央行的这些招都不管用了，钱就是不从银行流向企业。那这个时候财政部就说那我就上吧他就来个忙的，直接发债给银行灌钱，就让银行资金过剩，推着你往外贷。问题的实质就是这么简单。咱们把进度条直接拉到结论，中国的银行业危机不会以挤兑这种方式体现出来不会大爷大妈蜂拥而上把银行的柜台挤爆，不会这么刺激，但是会以流动性越来越差，钱被锁死这种体感表现出来。具体来讲，大家会感受到这么几件事情。第一是提前还贷受到越来越多的刁难，特别是房贷。银行提前收回了贷款，他那个钱捂在手上也贷不出去，反而是需要长达几十年的房奴，你不断的还利息供养着他。所以呢，你今后不只是开发商的韭菜，还是银行的奶牛。第二个表现就是大额取款变得困难，需要预约，而且手续会变得更加复杂需要你填一堆的表格，每一步都要等 N 个工作日，目的就是让你的钱在银行里待的时间尽量长一些。第三个表现是银行的理财产品延期，本期兑付都要往后延。第四个表现是地方的小银行被限制转账，避免这些银行出现资金的快速转出，发生流动资金短缺的情况。大家可以对标一下，这些现象有多少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那这种现象的本质呢，就是慢性挤兑。我把它称之为这个词儿，之所以叫慢性挤兑，是由于挤兑的本质就是银行的流动资金应付不了人们日常支取的需要了嘛。如果大家集中去银行提现或者转账，那银行就崩了，这就是挤兑。而中国现在银行业所发生的也正是流动性的枯竭，于是就设置了很多程序，让这个资金从银行流出的速度变慢，你就不容易感受到银行流动资金的紧张程度了，也就不容易造成那种病毒蔓延式的恐慌，相当于就是把挤兑过程给拉慢了嘛。如果大家觉得不好理解的话
这个慢性挤兑呢，就相当于是物资紧张时期的凭票供应。凭票供应的本质其实就是慢性通胀啊，一个月只发给你几斤的肉票，你只能够消费这么多猪肉。如果没有票证管着，完全市场定价的话，你就会看到猪肉的价格飞涨，一天那个价格标签要换几回。所以票证经济的本质也就是通膨，是社会上产品不足、钞票过剩的结果。这个票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种慢性的、不容易引起恐慌的程度。你看着那个肉店里的价格标签没怎么变啊，你就没有要把钱快速花光的冲动，再不花出去，这个钱就不值钱了，这个冲动就弱了。但是你光有钱买不到肉啊，你还得有肉票，还得排队等等啊，把这个过程给拉长了。同理可得，现在中国发生的就是一种慢性挤兑。那这是在老百姓用户端这边的体感，我认为用慢性挤兑这个词儿来描述危机是准确的。那么在银行这一边，这个危机是怎样表现的呢？也是表现为流动性被锁死。被谁锁死呢？被地方政府锁死了。因为银行购买了大量的地方债，于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和通缩的这种流动性危机，这两个事儿就粘在一块儿，分不开了。所以我们讲发行特别国债给银行补血，一下子又跳到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话题。我们讲中国的金融问题，就得这么一层一层剥开来讲。要知道，中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最大持有者。它占了多大比例呢？截止到2025年底，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地方政府债券通常占这个债务总量的80%左右。按照比例算呢，也就是商业银行持有的地方政府债券在44万亿元这个规模左右。但是请注意啊，这里所说的地方债指的是能够归到省级政府名下的专项债和一般债，是我们一般所指的显性债务，还没有包括市一级政府向银行直接借的城投债，以及这些城投公司们自己所发行的公司债。那这一部分呢，是被称之为隐性债务。如果把这一部分也算进去的话，那么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地方债就远远不止40万亿这个规模了啊！咱们讲中国经济问题就是十分麻烦，一个概念不讲清楚就容易把人搞懵了。简单的说，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们不仅过去是地方政府的最大债主，现在也是，将来也是，而且还在主动加仓呢。其实这是这些银行们的理性选择，因为在比烂的环境当中，地方政府再差也是借款人当中信用比较好的，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也相对较小。所以商业银行们在扫货囤了一堆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之后，可是这个国债每年额度就这么多，用完了怎么办呢？就只好去购买地方债啊，就是这么个逻辑。中共政府在2024年起启动了一波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化债计划啊，这些国有银行又是主要的执行力量。在这波计划当中，是增加了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额度，从2024年到2026年分3年，每年安排2万亿元，这就是所谓的再融资专项债。这部分债的主要目的是用来置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啊，把这些不透明的、成本又比较高的隐性债务置换成比较好控制、比较透明的显性债务，比如城投公司债券，还有城投公司贷款，都在置换的范围之内。这些债务的特点是兑付的急迫性高，而且利息比较高。所谓置换呢，就是把债务的期限拉长，利率变低。比如过去是1年期的利率6%的债券，经过一置换呢，就变成了5年期的年利率2%的债券。那债主不是亏了吗？那债主看，与其让城投公司爆雷，自己啥都收不回来，你这么安排也就只好认了。总归政府认账比不认账强，心里就算踏实点。除此之外，化债还有另外一部分安排，就是从2024年起连续5年，每年从地方政府专项债当中安排出8000亿元，用来置换刚才讲的那些危险的隐性债务。这一部分呢是4万亿元，所以6万亿元加4万亿元一共是10万亿元，这就是所谓10万亿元化债大手笔的由来。那么现在有意思的部分来了，大家猜一猜，用于置换的那些债券到哪儿去了呢？没错，其中大部分又被这些国有商业银行给买入了。因为对他们来讲啊，这些债券也算是有政府信用背书的，也好过了大部分企业的信用，仍然算优质资产。所以一句话讲，这些国有商业银行增持政府债务是主动在加仓，他们和政府债务的关系是越绑越死了。那这就造成了一个死结，中央政府的本意是银行得从地方政府债务的拖累当中解脱出来，你不要什么钱都拿去买政府债务，你要贷给企业，企业活跃起来了才有税基嘛。
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才能够改善。那今后地方政府主要就是从企业、从家庭那里征税，就不靠卖地了。那这样的话呢，不管银行还是地方政府就都解脱出来了嘛。可是现在可好，银行有自己的行事逻辑，它主要认的是借款人的偿债能力，所以呢还在不断的买入地方政府的债券，钱还是到不了企业那里。于是呢就是企业继续凋零啊，你政府这边卖地又卖不动，所以地方政府被拖死，直到地方政府有一天也还不出债啊，那银行也就一起被拖死了。那这就是目前这个危机在银行一边的表现，是他自己往上加码，往那个坑里跳的。那这个闷儿现在是破不了的，只要政府的债务工具还在，银行就死死的黏住你了，大家就抱成一团，一起往水底沉。说到底，这是中国的金融机构逃脱不了的宿命，其实就是银行本质上已经变成了政府的融资工具。再重复一遍啊，走到今天，银行本质上已经变成了政府的融资工具，它现在主要是为地方财政解困充当融资工具。如果中央一级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话，它未来就是中央财政的融资工具。这是在专制条件下银行的宿命，就是财政和金融不分啊，我的钱是我的，你的钱也是我的，社会最终的钱都是政府的钱。中国大陆学者郭建龙有一本书叫做《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中国2000多年以来一直跳不脱这个循环，财政和金融不分，所以社会一直发展不起来。现在也是同样，只不过多绕了2圈。地方政府可以指令性的要求当地的银行购买那个再融资债券，为自己化债提供资金。他不下指令，其实凭银行的理性，他也会这么干。他只认这个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只要政府有无限的权利，那么他的偿债能力永远高于那些无权的企业嘛。于是银行的钱就跑到了政府兜里。那银行的钱是谁呀？就是老百姓的储蓄嘛。于是转了这么一圈，就实现了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个最终的宿命。但是有一个衍生话题，今天也得专门补充一下，就是为银行补写的这个特别国债，请问谁来购买呢？答案就是国有银行自己也包括有中国移动和中国烟草这样的央企。那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搞啊？给银行补写，结果这个钱是银行自个儿出，那岂不是把东西从左边口袋放在右边口袋，并没有起到扩充资本的作用吗？那这里呢是有一个误解得专门解释一下。这个钱呢并不是银行自己转给自己，国债是财政部发的，银行是认购国债，是把钱给了财政部，财政部在专款专用，把这个钱用来扩充银行的资本，给银行注资。财政部要为国债支付利息，银行则是要为财政部注入的资本规模向财政部利润分红。2026年发行的这3000亿元特别国债是为了给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补充资本，所以重点的认购对象是另外4大国有商业银行。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指标转变，如果银行手里握着的是对企业的贷款，那么风险权重是100%，如果换成了国债的话呢，风险权重秒变0%，所以在计算资本充足率这个指标的时候，分母变小，资本充足率瞬间就变高了。那么对银行来讲的话这个指标改善了，它的考核压力就变小了嘛，也就敢放心贷更多的款给企业。至少它的政策设计目的是这样，它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慢性挤兑给逼出来的一招。这就是给银行补写的这个特别国债的全部脑回路。那今天讲金融问题，脑回路又是比较长，希望我讲明白了。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聊到这儿。明天是星期四，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想继续来聊聊国际贸易的话题。17到18世纪的贸易潮流有一波大的转变，这个香料贸易吃香了1000年，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呢，它在国际贸易当中所占的份额迅速下降，有几种商品迅速占据了主流，就是咖啡、茶叶和棉布。咖啡这个东西得专门说一说，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它带动了一系列世界大势的转变。咖啡又带动了糖的消费，而这个甘蔗的种植和糖的提取呢，耗费大量劳动力，所以这个糖它又带动了另外一样特殊贸易对象的需求，什么呢？就是奴隶贸易。于是它又催生出一波跨大洲的强迫人口迁移。所以这个贸易潮流的改变，它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也造成了大国之间权力的转移。荷兰帝国衰落了，英国于是崛起。然而今天呢，世界的贸易结构也正在发生迅速的转变，也会同样带来许许多多的变化。那么明天在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们就来聊一聊从咖啡到芯片的这个转变。那么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谢谢各位。